于醒了，老天保佑，可吓坏妈了。沈阿姨，我这是怎么了？你这傻孩子，怎么突然喊我阿姨了？我是妈妈，是你婆婆呀。婆婆，你说你深更半夜的一个人出门干什么？结果被人打伤了，还流了好多血。听警察说你给怀远打电话求救，那个混蛋居然把你所有电话都挂掉了。怀远，那是谁啊？沈怀远就是我儿子，你的丈夫啊。我丈夫，我结婚了。是啊，你和怀远已经结婚3年了，你不记得了吗？你看，你们俩的结婚照。没想到我真的结婚了，可我一点记忆也没有。你这是失忆了？怎么偏偏就把怀远忘了呢？那我们感情好吗？安安，妈不想骗你，怀远他之前有个女朋友叫苏瑶清，当初沈家一出事，他就去了国外，可怀远这些年心里一直没放下他，总觉得亏欠了那段感情。这次你出事，也跟那个苏瑶清有关。他一回国，怀远非要给他办什么接风宴，王妈说，就是因为他喝醉了让你去接，你才在路上遇袭的。照您这么说，他不仅心里装着别人，对我毫无感情，甚至间接把我害成这样。那我们为什么要结婚啊？沈家快破产时，你带着顾家的投资协议来找我，说要和沈家联姻。我本来不太同意，但你说没关系，相信总有一天能打动他。原来这只是一场交易啊！安安，你放心，妈已经给怀远打过电话了，他一会儿就过来，我们一起陪你把失忆症治好。顾若安，你又在演什么苦情戏？你可真会挑时候。姚青刚住进医院，你就紧接着也出事了。顾若安，你为了让我来看你一面，真是越来越下血本了。沈怀远，安安差点被人打死进的医院，你作为丈夫不关心她也就算了，还在这胡说八道。丈夫，商业联姻而已，他还当真了？可安安这3年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多少？当初是谁筹钱帮你还债？你胃出血的时候是谁照顾你？那是他心甘情愿，我拦得住吗？你这个混账东西！妈，我已经按照您的要求娶她，沈太太的位置她已经坐着了，还想怎么样？怀远，我该去做检查了，医生说需要有人陪同才行。好，我们这就去。那阿姨和顾小姐这里？他们不需要我。沈阿姨，她一直是这样对我吗？安安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，她就是一时糊涂。不用安慰我了，沈阿姨，也许忘了她才是老天爷对我的怜悯。太太，先生晚上回来要准备莲藕猪肚汤吗？猪肚我从来不吃的。那是您为先生特意学的，他胃不好，以前一直都是您亲自下厨准备的。王妈，我就没一件红色的衣服吗？先生说您穿红色太扎眼了，结婚第2天您就让佣人全扔掉了。我这么爱他吗？连最爱的红色也不穿了。太太，这是老夫人嘱咐交给您的，说里面的东西或许能帮您想起些什么。结婚纪念日，他带了一份海鲜粥回家给我，虽然我过敏，但我还是很高兴。今天怀远喝醉酒，喊了99遍苏瑶清的名字。沈怀远，为什么我就捂不热你的心呢？他的白月光苏瑶晶下周就要回国了，够了，顾若安，别再自欺欺人了，该放手了，该放手了。也许我的失忆正是上天的警示。你在看什么？没什么。王妈，去把2楼朝南的主客房收拾出来。姚青，怕光，记得换上加厚的遮光帘。是合作方的电话，我得去接一下。姚青，你先休息一会儿。这个背影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似的。沈太太，上次在医院太匆忙，都没能和您好好打招呼，突然过来借住，真是打扰了。无所谓，您千万别误会。虽然我和怀远曾经深爱过，但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。现在我对他绝对没有非分之想。不必解释，也许我很快就不会是沈太太。早就听说沈太太大度，今天能和您这样坦诚交谈，我真的很……顾若安，你竟敢出手伤人，谁给你的胆子？我
没有，是他自己摔倒。你是说姚青为了诬陷你，自己伤害自己？顾若安，你的谎话还能再离谱点吗？怀远，算了吧，顾小姐可能只是一时失手，你别生气了。顾若安，你为了引起我的注意，真是无所不用其极。我真的没有推她。怀远，别为了我和顾小姐吵架，是我自己不小心摔倒，都是我的错，我就不该回来。顾若安，你真令我恶心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姚青还在为你开脱，可你呢，一点歉意也没有。你为什么不肯相信我呢？怀远，别这样，算了吧。沈怀远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我告诉你，我们只是商业联姻的关系，我不会爱你，别再耍这些小心思，令人作呕。这就是我爱了3年，倾尽所有的男人。失忆也许是老天对我的恩赐，让我抛开那可笑的深情。这个混账东西，他怎么敢？他怎么下得去手？我这就押他来给你跪下认错。沈阿姨，不用了，我想离婚。安安，你再想想，别冲动。怀远是我儿子，我了解他，他对你绝不是一点感情都没有。我看得很清楚了，沈怀源真的不爱我，他爱的是苏瑶清，而且我现在失忆了，也不爱他了。这段婚姻已经没有继续下去的意义了。好孩子，我明白了，是我没教好儿子，是他配不上你。离了也好，离了干净。这些年你受苦了。沈阿姨，谢谢你。把这个签了。妈，又是什么文件？让你签就签，废什么话？你不是一直想离婚吗？现在就让你如愿。顾若安会和我离婚？什么离婚协议？这不是您心疼他拟定的补偿协议吗？怀远，我肚子好疼啊，你能来陪陪我吗？别急别急，我马上过去。乖，等我10分钟，不，5分钟就到。沈怀远，你知不知道安安失忆了？他不记得你了，这离婚协议……妈，您看着办就行，我还有急事。沈怀远，你就等着后悔吧。终于拿到离婚协议了，下一步就该离开了。还有3天，我就能彻底和沈怀远说再见了。太太，之前您订的礼服送来了，您快试试合不合身。什么礼服？是您3个月前就预定好的，为了先生明天的生日晚宴。失忆前的我应该很期待这场宴会，算了，就当是临走前替从前的那个我了结最后一个心愿吧。太太，您穿这条裙子真好看。怀远，这礼服的款式和颜色都是我喜欢的。苏小姐，这是太太为先生的生日宴专门定制的。真羡慕顾小姐，总是能买到这么合心意的衣服。我记得以前我也有一条类似风格的，可惜后来弄丢了。顾若安，这裙子更适合姚青，你脱下来给她。这是按照我的尺寸定制的，苏小姐喜欢的话可以另行定制一件。别那么多废话，快点脱！我妈，麻烦你去结一下尾款。沈怀远，你干什么？你所有的钱哪一分不是我沈怀远的？我说这裙子是姚青的，就是姚青的。你看清楚，这张卡是我顾若安自己的名字，里面的每1分钱都和你沈家无关。王妈，去结账。现在你没钱付款了，这衣服是姚青的。怀远，别这样，我不要了，让顾小姐穿吧，我随便穿什么都可以的。王妈，去帮太太换下，就在这儿。沈怀远，你为了苏瑶琴，连最后一点体面也不给我留吗？快点脱！苏瑶琴，既然你这么喜欢捡我的二手货，那我就全都让给你。安安，沈阿姨，我来和沈怀远最后的告别。各位来宾，各位朋友，感谢大家莅临沈怀远先生的生日晚宴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今晚的寿星沈怀远先生。
这个混账账，居然敢带这个女人招摇过市！沈阿姨，别生气，反正我失忆了，而且我和怀远已经离婚了，我真的没事。哎，忘却那些记忆，真是老天对我的仁慈。沈太太，今天怀远是寿星，你怎么反倒躲得远远的？快过去陪着他呀！怀远今天想必很忙，我就不去凑热闹了。以前的顾若安，在这种场合只会紧紧跟在我身后，今天怎么这么冷淡？各位尊贵的来宾，接下来我们有一份特别的生日惊喜要送给沈先生。这是一段珍贵的影像，承载着最真挚的心意，请大家看大屏幕。这是失忆前的我给沈怀远准备的礼物。我和怀远的相遇是在一场商业晚宴上，那时他刚刚回国，意气风发，仿佛全身都在发光。我对他一见钟情，后来才知道他竟然是沈阿姨的儿子。我给他送花，虽然他总是嫌俗气；我每天给他写情书，虽然他可能从没看完过；我拼命学做他喜欢的菜，虽然他很少回家吃饭。这孩子，要是我当初没撮合你和怀远就好。我知道，你可能现在还不喜欢我，但没关系，我们结婚了，我还有很长很长的时间，可以用一颗真心慢慢温暖你。怀远，我会永远爱你，直到你爱上我的那一天。一见钟情，真浪漫。沈太太真是情深意重啊！怀远，对不起，我今天不该来的。顾若安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虚伪？当初我们为什么会结婚，你心里比谁都清楚。你敢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出来吗？你在胡说什么？妈，我真不明白，你为什么一定要护着他？要不是他死缠烂打，趁我公司危机的时候逼我娶她，我们怎么会结婚？什么？竟然是逼婚！姚青，我们走，别让这扫兴的人坏了心情。沈怀远，你给我站住！妈，又怎么了？你刚才说的什么混账话？安安能来已经……妈，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？还需要我再重复一遍吗？事实？我告诉你什么是事实。当初你公司眼看就要破产清算，是安安出钱陪你熬过最难的关。她嫁入沈家这3年以来，对你体贴入微，对我尽心孝顺，她哪一点配不上你？所以呢，就因为他出了钱对我好，我就得感恩戴德，把自己的一辈子都赔给他。妈，我为了这个公司忍受他这么多年，难道还不够吗？妈，如果不是他顾若涵用钱要挟横插一脚，姚青怎么会伤心远走？我又怎么会娶一个我不爱的女人？我的人生全被他毁了！你怎么能说出这样没良心的话？现在姚希回来了，我只是想每天能见到我爱的人罢了。况且我又没和他离婚，他还是沈太太，我到底还要做到什么地步，他才肯满意的，才肯放过我？还好我失忆了，不然现在得有多难过。喂，张总，我是顾若安，听说您想收购沈氏集团的股份，我想把我名下所有的股份都转让给您。好，明天上午见。沈怀远，既然在你心里，我们的婚姻是用钱衡量的要挟，那我就放手，成全你和你的爱人。张总，这是转让协议，请您过目。沈氏集团能有今天，你功不可没。要不是你替那个沈怀宽牵线搭桥，我们这帮老家伙怎么会去投资？如今我忘记了和他的感情，那这些都不需要了。现在沈氏势头正好，你这个时候撤股太亏了。都过去了，张总，签字吧。我现在只想离开沈家，开始新的生活。当初我注资很大程度上是冲着你的人情，如果你离开，我需要重新评估后续所有的投资计划，我会暂缓。我明白，谢谢您一直以来的关照。张总，抱歉来晚了。顾若安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请顾小姐来谈点事情。张总，正好给您介绍一下，我们沈氏新上任的市场部总监苏瑶青小姐。瑶青，这位是张总。苏小姐，恕我直言，你的履历我看过，平平无奇。沈氏集团的市场总监不是什么人都能当。怀远。论能力，我认为顾小姐倒是更合适一些。张总，您说笑了，我太太有没有这个能力，我很清楚。苏姐毕业于商学院，又在国外打拼了好年，她肯定比顾若安更适合这个职位。沈总真不巧，
我和顾小姐的事情还没谈完，关于后续的合作，我们改天再约时间详谈吧。好，那就不打扰您了。若安，你真的决定了吗？无所谓了，我和沈怀然已经离婚了，而且我今晚就打算走了，请您签字吧。原来如此，我明白了。顾小姐，怀远根本不爱你，你死守着这个位子有什么意思？我要是你，早就自己滚了。你让我滚，凭什么？当初沈家危机，你跑得比谁都快，现在又想回来捡现成的。苏小姐，你这吃相未免太难看了。说的好像你多清高似的，你不也一样贪图沈家的财产吗？听说阿姨让怀远签了一份补偿协议给你，今天又来接触公司大股东，你不会想转移沈家家产吧？你的想象力未免太丰富了。我看你是心虚了吧？哦，对了，还有那个老不死的沈阿姨，要不是她一直偏心护着你，你怎么可能赖到今天？顾瑶清，不准你侮辱妈！我说错话了吗？她就是一个是非不分的老太婆。你敢打我，那就别怪我撕破你的脸了。你想干什么？住手！顾若安，你又对姚青动手，看来上次的教训还没吃够，对你太仁慈了。沈怀远，你为什么不肯相信我一次呢？够了，来人，给我按住他！沈怀远，你疯了！你刚才是怎么伤的姚青？怀远，别这样。沈怀远，你真的要这么对我吗？你是怎么伤他的？我要你加倍奉还。如果再让我看见你动姚青，我绝对会让你生不如死。太太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沈怀远，我们之间终于什么都不剩了。安安，我听王妈说你今晚就要走了。是的，沈阿姨，我和沈怀远已经离婚了，继续住在这里不合适。啊，是沈家对不起你，怀远真是瞎了眼了，看不见你的好。阿姨，这都不重要了，我已经忘了爱他的感觉，不会再期待他对我的回应。不行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苏瑶清自己打自己，诬陷你的监控，阿姨找到了，阿姨一定拿去给怀远看，让你清清白白离开沈家。不必了，清白也好，冤枉也罢，都改变不了什么了。这3年就像做了一场梦，如今梦醒了，梦里是真是假，还重要吗？啊，你多保重。沈阿姨，谢谢您这么多年对我的照顾，你也保重身体。再见，沈恒远，希望我们再也不见。沈怀远，我不管你现在在哪儿，立刻给我滚回家！你要是再不回来，安安就……妈，能不能别又因为顾若安的事烦我？你放心，安安再也不会来烦你了，她马上就要走了，永远离开江城。什么？妈，你知不知道姚青今天……够了！我不想再听到那个女人的名字。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你为了这么东西是怎么对待陪你共患难的妻子的？妈，又是顾若安搞来的。装可怜卖惨不行，现在又来挑拨离间，他这点手段骗得了您，骗不了我。我怎么生出你这个眼盲耳聋的蠢货？真是气死我了！如果您就为这事儿，那我走了。沈怀远，安安刚走，你要是还有点良心，就去送。妈，我走了，姚青还在等我。放心，安安再也不会碍你和苏瑶清的眼。老婆子，快别擦了！鸿恒集团的小张给我发消息说，咱家安安和沈怀远那个混小子离婚了。什么？真的假的？爸妈，我回来了。安安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我听说你和沈怀远离婚了。当然。离了就好，那个火坑咱不待了。爸妈，以前是我不好，以后我一定好好孝顺你们。这些年你眼里只有沈怀远，可他对你实在是不好。我和你爸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。你能想通，我们以后也放心了。我前段时间头受了点伤，正好忘了沈怀远。安，这么大的事儿怎么都不和我们说一声？不会是沈怀远那小子打的吧？不是，你们放宽心，这次失忆帮我从这段不幸的婚姻中走了出来，这大概是老天给我了一个重生的机会吧。对嘛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爸认识那些老伙计家里还有不少青年才俊呢，哪个都不比沈怀云差。特别是你秦伯伯家的儿子，刚从美国回来。爸，打住打住，你女儿暂时不考虑感情。
你是顾若安，我是秦天呀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你高中的同桌。是小天来了吗？快进来，正好在我家吃个午饭。小天儿，没想到你和安安是高中同学，真是缘分啊！伯父，我还是安安的手下败将呢。那会儿学校一有什么比赛，他总是拿第一。哈哈哈哈！我家安安一直都很优秀。爸，安安，快尝尝这个你最喜欢的糖醋排骨。伯母，安安不吃香菜的。你怎么知道的？给，擦擦。哎呀，老婆子，我突然想起老李约了我看他的新藏品，马上到点了。走走走，你跟我一起去，帮我长长眼。对，瞧我这记性。安安、小天，你们聊着，冰箱里水果蛋糕都有，自己拿啊，千万别客气。你们还没吃完饭呢。老李最有时间观念了，我要是敢迟到，他肯定会大发雷霆。叔叔阿姨挺热情，就是演技有点差。听说你离婚了，之后有什么打算吗？我想重新开始我的事业，做了3年的家庭主妇，也该走出来看看了。最近晴朗集团正在招贤纳士，你有兴趣吗？晴朗，那可是业界翘楚。安安，我很清楚沈氏集团当年怎么起死回生的，我相信你的能力一定能为晴朗创造更多的价值。秦天，谢谢你递给我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，我的余生不想再浪费在无谓的婚姻里。我接受你的邀请，加入晴朗集团。对，我正在公司呢。对，就是晴朗集团。安安，在新环境还适应吗？同事们都好处吗？可别只顾着忙，忘了按时吃饭啊。沈阿姨，您放心，这里一切都好，这就是我一直想要的新开始。好，那我就放心了，好好干，但千万别累着，身体最要紧。安安姐，你真厉害，咱们部门的销量翻了好几番，占了公司总额的35%。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，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。大家最近都辛苦了，下午我请大家喝咖啡。安安姐万岁！安安姐，你知道吗？秦总今早亲自试了3次拉花，才做出你这杯恰好的拿铁哦。公司附近有家餐厅，味道不错。安安，不知有没有荣幸邀请你和我共进晚餐，算是庆祝你的策划案一次性通过董事会。晴天的心意我明了，但我现在没有准备好开始任何新的感情，不能给他不必要的希望。也许就趁今天坦诚地说清楚比较好。好啊，正好我也有一些话想和你聊聊。一份香煎鳃鱼、黑松露野菌汤，再要一份 M5 和牛牛排，怎么样？这都是我喜欢吃的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你的所有喜好，我都谨记在心。晴天，谢谢你。其实你不用这么用心，我只是心疼你。安安，有什么委屈不要总憋在心里，对身体不好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可以和我倾诉。我之前头部受伤失忆，只忘掉了沈怀远。有时候忘记过去也是一种幸福。我不记得和他在一起的3年里到底怎么过的，但身体好像还记得那种不开心。一靠近他，或者听见他的声音，我就会本能的抗拒、头疼。这么看来，你的失忆或许是创伤后的自我保护。那么你呢，秦大少爷？你的人生看起来一帆风顺，大概很难理解这种狼狈吧？恰恰相反，我的父母都很优秀，但我从小就很笨，说话还结巴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觉得自己活在阴霾里，直到遇见一个像小太阳的女孩，才把我从灰暗里拉了出来。很浪漫啊！那你们有进一步发展吗？我觉得自己不够好，配不上她，所以一直把感情藏着掖着，总想等着我再优秀一点，时机才成熟一点，我就告诉她我喜欢你。结果呢？你告白成功了吗？结果是我眼睁睁看着她走向了别人。如果时光能倒流，我一定不会再犹豫，从一开始我就会紧紧抓住她。今天，对不起，你一定会找到更适合你的人。市场部的策划案是谁做的？这种垃圾也能呈到我的面前？是苏总监。去把苏总监给我叫过来。是，还有沈总，今天好几家公司都说要终止下季度的合作。终止合作？为什么？之前不是谈得好好的吗？对方说您和顾小姐离婚了，他们当初选择合作，很大程度上就是看在顾小姐的面子上，所以……滚出去！你的策划案做成这样，以后哪个公司会愿意和我们合作？怀远，这也不完全是我的错啊。难道是我的错？不，当然不是。我今天去谈业务，鸿恒集团的张总居然当着所有人的面说我是靠身体上位的女人，言语特别难听，最后直接把合作拒绝了。他们太侮辱人了。什么？怀远，会不会是顾若安？是不是他在背后捣鬼？这不可能。顾若安在的时候，公司从来没有乱成这样。我为什么会相信顾若安？
她只是个家庭主妇，能帮到我什么？好了，你先出去吧，我来想办法。沈总，不是我不信任你，只是这合作当初确实是看在顾小姐的面子上才达成的。外面现在都说你们已经离婚了，这让我很难办啊。王总，您多虑了，我和安安就是闹了点小矛盾，离婚根本是无稽之谈。我沈产怀的能力和沈氏的实力，几位难道还不放心吗？放心，当然放心，只是希望沈总能尽快处理好家事，让顾小姐回来，稳定才是合作的基础。怀远，对不起，今天是我工作没做好，你别生气了好不好？先生，今天是七夕，要不要给你女朋友买一束玫瑰花？怀远，今天是七夕，你可以送我一束玫瑰花吗？怀远，他手里的玫瑰花真好看，我想要。是挺好看的，我记得顾若安也很喜欢。顾若安，你都走了那么久，怎么还阴魂不散？怀远，你看，顾小姐恐怕不需要你的玫瑰花了吧？顾若安，你是不是走错地方了？我才是你老公。沈怀团，你怎么在这里？顾若安，亏我这几天一直找你，而你却在和野男人约会，你就这么缺男人，这么不检点？沈怀安，请你自重，我和秦先生在谈工作。工作？你能有什么工作？顾小姐，就算你生我和怀远的气，也不能和别的男人单独吃饭呀，太容易让人误会了。这叫什么？婚内出轨吧？沈总，苏小姐，请注意你们的言辞。安安现在和你没有任何关系，她和谁吃饭谈什么事都轮不到你们来指挥。尤其是你，沈怀远，你不珍惜她，就别怪别人后来者占上。后来者居上，你这么急着当接盘侠，这种我穿厌了的破鞋，你混蛋！沈先生、苏女士，我们正在调查一起故意伤害案，需要请你们回局里协助调查，核实一些情况。就为了今天，你居然报警抓我！我们之间的事，你要闹到警察局来？顾小姐，那我呢？因为我好心质疑了一下您和秦先生的关系，你就要把我也送进警局吗？这未免太……苏小姐，你为什么会被请来这里？你自己心里最清楚。与其问我，不如好好想想有没有做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。够了，你不就是想用这种方式逼我低头吗？好。低头了，你满意了吗？可以撤案了吗？怀远，别这样，都是我的错。顾若安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顾小姐，我只是想回国重新开始，你为什么要这样逼我，让我在国内待不下去？苏小姐这扮可怜薄情的本领，真是炉火纯青啊！沈太太，我现在就买机票出国，继续过我的苦日子。求你高抬贵手，给我留条活路吧。苏小姐，警察办案讲的是证据，不是谁哭声大就有理。另外，沈总也请你冷静，你之前的冲动行为已经对安安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和伤害。苏瑶清女士，关于顾若安女士遇袭当晚你的具体行踪，我们需要再向你核实一下。苏女士，这是在案发现场发现的。经过初步调查，有证据显示这条手链属于你，请你解释一下，案发当晚你是否曾出现在现场？这是我送给姚青的手链，原来打伤顾若安的是她。苏女士，请你正面回答我的问题。我没有，怀远可以为我作证。那天晚上我和他在一起，就在他的公司里，一步也没离开过。顾若安，你别怪我，谁让你占住沈太太的位置了？老公，求求我！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头又疼了，咱们一会儿去医院检查一下吧。不，我想起来了，袭击我的人就是苏瑶清。沈太太，我知道你恨我是怀远的初恋，恨怀远为了我打你耳光，但你也不能诬陷我呀。怀远，你说句话呀。那天我们是不是一直在一起？沈怀远，那天晚上苏瑶清到底有没有和你在一起？苏瑶清那天晚上一直和我在一起，从未离开过。沈总，作伪证是需要负法律责任的，你确定你的证词无误吗？我当然确定，我说的就是事实。顾小姐，有怀远作证，你还不相信吗？情况我们了解了，沈先生，你的证词我们会记录在案，但案件还会继续深入调查。在调查结束前，请3位都暂时不要离开本市，随时配合我们后续工作。
顾若安，你给我站住！顾小姐，你走那么急干什么？你看，就算你差点送命，怀远还是向着我。沈怀远，你就这么爱他，爱到是非不分？顾若安，这件事到此为止，就当从没发生过。你只是受了点伤，而且也没什么事。姚青不能为了这点小事坐牢。好，很好，沈怀远，你真是一次又一次刷新我对你的底线。别闹了，赶紧回家。至于你和姓秦的这个小白脸的事儿，我可以不计较。回家？以前我纠缠你，逼你结婚是我不对，你扇我耳光，逼我当众脱衣服，还有今天这件事，就当我偿还你这几年的损失了。从此以后，我们桥归桥，路归路，两不相欠。顾若安，你去哪儿？沈总，需要我帮你挂个耳科吗？安安说的够清楚，他和你两不相欠了，他想去哪儿和你有关系吗？晒晒太阳，吹吹风，心情好多了。你好像很喜欢阳光，记得高中时，你经常和朋友去操场上晒太阳，每次晒完回来就跟充满电一样，活力满满。那么久久的事情，你居然还记得？谢谢。这是我专门为你设计的，名字叫向阳。希望无论经历过什么，你都能永远朝向阳光，做回那个发光的小太阳。晴天，我刚从一段失败的婚姻里走出来，我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力气去开启新的感情，这对你不公平。我知道你的不安，也懂你的害怕，但我更后悔错过了你这么多年。高中时你就是所有人目光的焦点，优秀的让我自卑，只敢默默跟在后面。晴天，后来听说你结婚，我以为这辈子都没机会了。但现在，老天爷又把你送回到我面前，我不能再错过第二次。既然老天让我失忆，给了我从头再来的机会，那我应该牢牢抓住，而不是把一个真正爱我的人越推越远。顾若安，我的人生遇见你之后，才真的从阴霾走到了光明。给我一个机会，也给你自己一个重新被珍惜、被捧在手心的机会，好吗？好。沈怀远，你为什么不接电话？难道你为了解决那点事在跟我生气？不行，顾若安好不容易被我赶走了，沈太太的位置必须是我的。怀远，你怎么不接电话？可把我急坏了。我头好晕。怀远，你喝醉了，让我照顾你吧。怎么是你？我自己能醒，你不用管我。怀远，别逞强了，今晚到我屋里睡觉吧，我好好陪陪你。别碰我，我不喜欢这样。沈怀远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口口声声说忘不了我，和顾然没有感情了吗？现在他不要你了，跟别人跑了，你为什么还不肯接受我？我到底哪点不如他？明天我会让助理给你找房子，你总是住在我家里，不合适。这是顾若安放在我身上。从此以后，我们桥归桥，路归路，两不相欠。醒了，医生说你是急性胃出血，你怎么喝多了不回家，在大街上乱晃？还好没什么大事。他知道吗？谁？苏瑶清？不是瑶清，是顾若安。哟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沈怀远，你居然还会问安安知不知道？你放心，安安不知道，也没必要知道，你也不用再瞎操心他了，他好得很。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都住院了，顾若安是我的妻子，理应来照顾我。沈黄远，做你的春秋大梦吧。安安和你离婚了，早和你没关系了，而且他已经开始了新生活，有了新的感情。听说对方对他视若珍宝。妈，他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，故意编这些话来气我？他气你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以后是死是活都跟他没关系了。沈怀远，他后悔了。不行，我还没当上沈太太，顾若安都是你。当初那一棍子怎么没把你打死呢？是啊，顾若安要是死了，怀远就会完全属于我。苏瑶清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来看看怀远。看怀远？大可不必，他现在想见的是安安。沈阿姨，我就不明白了，您为什么一直不肯接纳我？我才是你儿子爱的人啊，我才应该是您的儿媳妇啊！当初沈家濒临破产，
你就连夜跑到国外去了。像你这种自私自利的女人，还想进我沈家的门，痴心妄想！我当时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啊，我是真心爱怀远的，你为什么不能成全我们呢？我告诉你，苏瑶清，只要我活着，你和怀远就绝无可能。沈家绝不会要你这种心术不正的儿媳妇。老太婆，你为什么总要挡我的路？这是你自找的。做完检查了，一点事也。沈阿姨，杀人了！顾若安，你为什么要推阿姨？你怎么这么狠毒啊？苏瑶清，别问是你了。苏瑶清，你血口喷人，明明是你杀人了！凶手还在现场，快来人啊！怀远终于来了，出大事了！就因为阿姨同意我和你在一起，顾若安把阿姨推下楼了。顾若安，你还是人吗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妈从头到尾都拿你当亲生女儿，你怎么能对她下这种毒手？是怀远，不是我，是苏瑶春推的，是他要害死沈阿姨。怀远，你听听，事实就摆在眼前啊！他是因为恨我恨你，连一直护着他的阿姨都下得去手啊！沈阿姨对我恩重如山，我宁愿自己死都不会伤她一分。怀远，我和阿姨无冤无仇，我为什么要害阿姨？况且阿姨终于接受我了，我感激都来不及，怎么可能害她？顾若安，你还敢反咬一口，还想把脏水泼到姚青身上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顾若安，你要报复就冲我来，阿姨她是无辜的。苏瑶清，你装什么好人？你敢不敢对着沈阿姨再说一遍，到底是谁推的她？当然是你，你这个杀人凶手，你不得好死！滚开！别用你的脏手碰他！沈总，紧急检查过了，这里是监控死角，什么也没拍到。老天都在帮我，顾若安，你这次死定了！沈怀远，我说最后一遍，推沈阿姨的人不是我。如果你不信，我们可以报警，让警察来查查沈阿姨是怎么被推下楼的。不需要，让警察来处理你这个心如蛇蝎的女人太简单了。那你到底想怎么样？要是我妈出了什么事，我让你偿命！怀远，我不能让阿姨白白受这个罪。苏瑶清，你想干什么？顾若安，你也该尝尝从楼梯上滚下去的滋味。沈总，请放心，您母亲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，预计明天苏醒。沈阿姨，太好了，谢谢医生，老天保佑，让我健康妈，我要去照顾她。怀远，还是别让顾小姐进去了吧，阿姨刚捡回一条命，要是醒过来一睁眼又看见她，受不住刺激怎么办？滚开！别用你的脏手碰我妈！沈怀远，我求求你，就让我看一眼。顾小姐，你别这样，阿姨需要安静，你在这吵吵闹闹的，真的不合适。把这个凶手带走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他踏进病房半步。沈怀远，你不能这样，沈阿姨需要人照顾，你让我看看她。你先出去吧，这里有我照顾沈阿姨就行。沈阿姨，别怪我，要怪就怪你为什么要醒来。你醒了我就完了，只有你永远闭嘴，怀远才会永远恨顾若安，我才能和怀远长长久久。苏瑶清，你在干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苏瑶清刚才想拔掉沈阿姨的氧气管，我只是想帮阿姨调整一下位置。顾若安，谁允许你？你居然还带着你的奸夫来我妈病房闹事！沈总，请你冷静。如果我们晚来一步，你母亲很可能已经遭了苏瑶清的毒手。编，继续编。为了给顾若安脱罪，你们真是演了一出好戏啊！顾小姐，
我知道你恨我，但也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污蔑我。保镖，把这对狗男女给我轰出去！妈，你醒了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是他推我下楼。姚青，我妈说的是真的吗？怀远，听我解释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当时是阿姨没站稳，我是想拉住阿姨的，不小心才推下去的。不小心，失手推下去是不小心，那之后第一时间指着我说是凶手，也是不小心。怀远，我是一时糊涂，我太害怕失去你才……够了，不要再拿我当借口了。怀远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你再原谅我一次好不好？苏瑶清，我原谅了你多少次？你之前伤顾若安，我在警察面前包庇你，可你是怎么对我的？你甚至要害死我妈！你怎么变得这么可怕？我可怕！可你呢，沈浩远？你难道就干干净净吗？你一边享受着顾若安的好，一边又和我谈情说爱，这种左右逢源的快感，我看你挺乐在其中的。你现在又装什么正义？够了，把他带走，我再也不想看到他。安安，对不起，我真的……你的道歉一文不值，因为从始至终你选择的信任都给了最不该给的人。沈阿姨，我先走了，您安心养伤，等您精神好些了，我再来看您。安安，这是我给沈阿姨煲的汤，特意加了枸杞和淮山，炖了3个多小时，一会儿我准备带去医院。好香啊！好啊，我陪你一起去。晴天，这段时间谢谢你。安安，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怎么了？沈怀言最近总在你爸妈家附近徘徊。沈怀远，他不应该在医院好好照顾他妈吗？跑那儿去晃什么？或许是认清了苏瑶清的真面目，又念起了你的好，想挽回你。挽回我？哼，迟来的深情比草都贱，错过了时机的心意，不过是裹着蜜糖的笔霜。安安，如果有一天你全部想起来了，记起和他的所有过去，你会怎么办？就算我记起对他的爱，也不会忘记他给我带来的伤痛。晴天，我已经认清了这个人，我不会再爱他。而且秦先生这么体贴温柔，我为什么要回去受苦？谢谢你，安安，谢谢你选择我。我们走吧。沈怀远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爸妈，我来找安安。等一下，谁是你爸？谁是你妈？我们安安已经和你没关系了，不要乱叫。爸妈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错了，你们让我见见他吧，我就想跟他当面道个歉。道歉不必了，你沈大总裁的道歉，我们安安承受不起。他过去3年受的委屈够多了，现在好不容易和你分开了，请你别再出现在他面前。爸妈，以前是我不好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对安安。这是他喜欢的玫瑰花，还有他……够了！沈怀远，立刻拿着你的东西走，我们顾家不欢迎你。我女儿不想再跟你有任何瓜葛，别再来了，滚！妈，我给您带的鸡汤。安安是不是来了？怪不得去他家只见到了他父母。哼，安安一看到你来，她就和她的新男朋友走啦。妈，你怎么也和安安一样来骗我？他和晴天肯定是演戏来气我的。儿子，你还要自欺迷人到什么时候？你不要再去骚扰安安了。我和安安是夫妻，我找她天经地义，怎么叫骚扰？你做什么大梦呢？你们已经离婚了，彻彻底底的结束了，别再去找他，给他留点清静，也给你自己留点体面。离婚？不可能，那都是假的。安安这么爱我，怎么会和我离婚？你给我清醒一点，你和安安早就离婚了，可是你亲手签下的离婚协议，你当时看都不看就签了字，生怕耽误你去陪那个素瑶金。把这个签了。妈，又是什么文件？让你签就签，废什么话？你不是一直想离婚吗？现在就让你如愿。顾若安会和我离婚，我看是您心疼她，让我签的什么补偿协议吧。怀远，我
肚子好疼啊，你能来陪陪我吗？别急别急，我马上过去。乖，等我10分钟，不，5分钟就到。不，我以为是普通文件。还有这个视频。苏瑶琴。当时你觉得是安安故意挑拨你和苏瑶清的关系，故意伪造的，现在总能相信安安的清白了吧？我对不起他。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有用！我要把他追回来。我错了，我知道我错的离谱，我要补偿他，补偿他所有的损失，我不能再失去他。安安现在就在晴朗集团工作。是的，先生，太太现在是晴朗集团的市场部总监。老婆，谁是你老婆？老婆，这是你最喜欢的那家水晶糕，我排了2个小时队才买到。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以后一定……谢谢，不必了，我现在不喜欢吃甜食。沈总，你和安安已经离婚了，请不要再来纠缠她。你滚开！我和我老婆说话，你插什么嘴？老婆？这里哪有你的老婆？沈总，都是男人，我劝你一句，离了婚就好聚好散，不要把场面搞得太难看。前夫哥，你就给我5分钟，听我说完好吗？沈怀远，我们之间实在没什么可说的了。安安，我知道我混蛋，我不是人，你怎么骂我打我都行，但我们3年的感情难道全是假的吗？真的假的？现在还重要吗？当然重要。这3年里，你为我做了那么多事，你都忘了吗？对，忘了。可我没忘，我现在每一天都在后悔，是我瞎了眼，一直没看得见你的好。你给我个机会，我用1辈子补偿你。补偿？对不起，我不需要了。那我们之间的美好回忆呢？沈怀远，你听清楚，我失忆了。医生说我可能永远都想不起和你有关的一切。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创造新的记忆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。不可能，忘记你对我来说是解脱。我现在看到你，只觉得陌生，还有厌烦。请你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。沈总，安安不想再回忆起你，也不想见到你，你还不明白吗？顾若安，你告诉我，到底要我怎么做你才可原谅我？跪下吗？好，我跪。顾若安，我们结婚3年，难道还比不上和晴天刚认识的几个月吗？比不上。要不要我帮你回忆一下你都做过什么？你为了讨苏瑶清欢心，逼我当众脱下礼服的时候，想过我是你妻子吗？你让保镖按住，用苏瑶清的手扇我耳光的时候，想过我是你妻子吗？别说了。你拍着胸脯在警局为伤害我的真凶做伪证的时候，哪一刻想过我是你妻子？我们快走吧。好。安安，你只是失忆了，你以前那么爱我，等你想起来，这些你都会原谅的，对不对？沈总，我警告你，你再纠缠安安，我就报警了。我想，沈氏集团的总裁因为骚扰前妻被请进警局，明天的头条一定相当精彩。先生，您这是在找什么？我帮您找吧。安安的东西都去哪儿了？她的手稿，她的画册，还有那个旧日记本都放哪儿了？先生，那些东西都没了。没了？什么意思？谁动的？就是您和太太结婚纪念日第2天，太太顾小姐她把东西全都烧掉了。不可能，她怎么会烧掉？以前她宝贝的很，怎么舍得烧掉？你骗我，是不是你收拾丢了？是真的，先生，我亲眼看见的，一个大铜盆烧了好久，他还让我别管。不对，还有那条白裙子，当时他很喜欢的，我再去买一条一模一样的，他一定可以原谅我。安，沈怀远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安安，你看这条裙子，当时在服装店你很喜欢。沈总真是贵人多忘事，这些是你当时为了博苏小姐一笑，硬从手里抢走，现在拿来送我，不觉得可笑吗？我当时是昏了头，我现在真心想补偿你。不需要，你的东西，连同你这个人，我都不需要，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，影响我工作。安安，你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我们之间难道就真的一点可能都没有了？沈怀远，你放开我！安安，你没事吧？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我没事，麻烦你赶他走，我不想再见到他。好，你先回家，我来处理。沈怀远，我警告过你，不要再来骚扰安安。这是我和安安之间的事。你骚扰我未婚妻，你骚扰威胁她的安全，这就关我的事。晴天，你干什么？安安，你就看着他这么对我。
沈先生，秦总吩咐我们让您好好清醒清醒，想想这些年怎么对顾小姐的。沈怀远，那天晚上苏瑶七到底有没有和你在一起？苏瑶七那天晚上一直和我在一起，从未离开过。安安，你之前就是受的这种苦吗？我错了，我真的错的离谱。沈先生，秦总还警告你，以后离顾小姐远一点。怀远，秦天和顾若安真的太过分了，怎么能让人打你？别碰我，滚开！怀远，我知道你恨我怨我，但你先上车，我送你回家好吗？顾若安和秦天也太恶毒了，怎么能这样对你？恶毒，最没资格说这个词的就是你。是我不好，我知道你生我的气，你骂我打我都行。苏瑶琪，你看着我为了你一次次羞辱顾若涵，甚至动手打她，是不是在心里笑我是个彻头彻尾的蠢货？我没有，我怎么会这么想？我都知道，那天在街边也是你自己打自己，最后赖到顾若安身上。沈怀远，你非要这样吗？我承认我做了错事，但那是我因爱生恨。你的爱太可怕了，我消受不起。可那又怎么样？是你自己心甘情愿信我的，是你3番2次作践顾若安，你现在知道后悔了？沈海华，你活该！你这是自作自受！你还想打我？你打呀！你就算打死我，顾若安也不可能再爱你。那天晚上你用我手机跟顾若安说我喝醉了，让她来接我，是不是故意的？你是不是早就计划好了对她下手？是又怎么样？我就是要让她不好过，看着她冒着冷风像条狗一样被你呼来喝去，看着她满头是血躺在地上，我心里不知道多痛快。我明天就去局里重新录口供，你当初怎么袭击安安，我怎么包庇你，我会一五一十全都说出来。你疯了，沈月华！还有你怎么伤害我妈，又诬陷顾若涵，我都会告诉警察的。你之前给我做了假证，你现在去翻供，你自己也会被追究责任的，你会坐牢的。我不在乎了，就算坐牢，我也心甘情愿，这是我欠他的该还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你好自为之，等着警察来找你。哎，工作了一天，好累啊。那我可得好好犒劳一下顾总监了。附近有一家云端餐厅，味道一绝，佛跳墙做得很正宗，还有白松露煎蛋、黄连鱼胶炖鸡汤。停，你是要把我喂成猪吗？好，那换点家常的，他们的香煎排骨和松鼠桂鱼评价也很高。就这些了。遵命。安，沈怀远真跟个狗皮膏药一样，没完没了了。安，我已经……好了，我知道了，麻烦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。凭什么顾若安？你凭什么这么好运？你抢走了我的一切，你毁了我和怀远。若安，你去死吧！保安，这里有人持刀行凶。顾若安，你这个贱人，你不得好死！安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伤到？沈怀宇，你真可笑！你的深情有用吗？他现在看都不愿多看你一眼。和你没关系。我们俩真是一对可怜虫，你失去他了，你跟我一样，我们都输了，都完了。今天，快叫救护车！晴天，对不起。安安，我们之间永远不需要道歉，就算再来一次，我也会第一时间帮你挡下那一刀的。沈总，请你出去，我们不欢迎你。安安，我们真的要生疏至此？你再不走，我就喊人把你轰出去了。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做什么都弥补不了。如果打我、骂我能让你心情好一些，那你再多打我几下吧，我都受得住。沈怀远，你真是不要脸！安安，我不求你原谅，我只想亲口告诉你，我会去自首，为我做伪证包庇真凶的事承担法律责任。我和苏瑶清都会付出代价的。那是你的事，与我无关。有关，我必须给你一个交代，这是我欠你的。沈怀安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我不需要你的交代，也不需要你的代价。你的忏悔，你的痛苦，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安安，我们之间就真的一点可能都没有了吗？那些过去没有了，过去的顾若安早就连同他的爱情一起被你亲手毁掉。现在的我找到了真正珍惜我、爱护我的人。就因为你失忆了，忘了我们。就算我没失忆，我也不会再选择你。沈怀远，真正的爱不是伤害，不是怀疑，不是无止中的羞辱和索取，你给我的从来都不是爱。对不起，是我以前没有看清自己的心。我想要的，晴天已经给了我，所以请你放过我，也放过你自己。沈总，你走吧，别再来了。
那一刻你害怕吗？没有，有你在，很安心。但是那一刻我很怕来不及护住你。苏瑶清冲过来的时候，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，绝不能让你再受到任何伤害。我知道。安安，有句话我想告诉你，虽然现在有点草率，但是我不想再等了。高中时我没勇气说，重逢时不敢贸然说，顾若安，我爱你。晴天，这还在医院呢。安安，你坚强、善良，值得世界上所有的美好。我想给你一个家，一个完全属于我们2个人的温暖安稳的家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对不起，安安，这可能有点快，你可以考虑。你刚刚还说我们之间不用道歉。安安，你的答复是？我愿意。你真的答应了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等我出院，一定在正式和你求个婚。晴天，其实我也很害怕。怕什么？怕自己不够好，怕辜负你的深情。但现在我不怕了，因为是你，晴天，是你让我相信我值得被好好爱着，我也能好好去爱别人。你当然值得，是我何其幸运能等到你。我们结婚吧，不要盛大的仪式，只要一个小小的温馨的婚礼，只有最重要的人在身边。好，都听你的，以后所有的事都听你的。真美。婚礼就订这件婚纱吧。好，这件婚纱和刚刚试过的礼服我们都要了。顾小姐，秦先生，刚刚有位先生吩咐将顾小姐今天试穿过的所有款式，以及本店最新季的全部主打款都为您包起来，费用已经全部结清了。哪位先生？麻烦把这些都退回去，我们一件都不要。可是顾小姐，那位先生坚持……安安，就当是我送你的一份贺礼。沈总，不好意思，我们不需要你的贺礼。安安，你就这么讨厌我吗？你连一句话都不愿和我说吗？我只是希望你风风光光的出嫁。晴天自然会给我最好，不需要你操心。就当我是在赎罪，让我心里好过一点，不行吗？沈华远，你以为送几件昂贵的衣服就能抵消你过去做的一切吗？你买的不是礼物，是你自己的心安。我不需要，也请你别再自我感动。不是。沈总，您刚从监狱出来不久，还是先好好经营自己的生活。安安有我照顾，您不必挂心。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的平静，彻底从我的世界里消失，听懂了吗？是我自己亲手把爱我的人推走了，如今连远远看一眼的资格都是奢求。沈怀远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公司也不去，电话也不接，再这样下去，沈氏迟早会垮台，再也没有第2个顾若安给你托底。妈，你看。这是我为安安设计的钻戒，独一无二。主钻旁边镶嵌的碎钻，像不像他看人时眼睛里的光？沈怀远，你疯了吗？你看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！他结婚一定要戴最好的戒指，我要让他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新娘，这是我欠他的。你欠他的是放手，是再也不去打扰他。你醒醒吧！不，妈，你不懂。只要我诚心悔过，把我的一切都给他，他会回心转意的。我们有3年的感情基础。现在清醒点没有？妈，我一直很清醒，我要安安回心转意。你真是有病！人把你当宝贝的时候你不稀罕，现在走了你倒后悔了。据悉，晴朗集团董事长天与顾氏集团继承人顾若安小姐近日正式宣布婚讯，婚礼定于下月18号。这场强强联手的婚姻备受各界关注。听见了吗？安安就要和秦天结婚了，他们会有新的生活，跟你再也没有关系了。结婚了又怎么样？结婚了还会离婚，我和顾若安之间还有机会。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哪个女人会回头？你只会把安安推得更远。别管我，我不管谁管。儿子，你醒一醒吧，别再钻牛角尖了。那我能怎么办？妈，你告诉我能怎么办？我只要一停下来，一闭上眼，全是他以前对我好的样子，还有我怎么伤害他的样子。儿子，妈，我只有做这些，不停的做这些，我才能喘口气，才能让自己觉得我好像还能为他做点什么。喂，安安啊，没打扰您吧？打电话是想亲自告诉您一声，我和晴天的婚期定下来了，就在下个月18号。哎呦，好啊，恭喜你们啊，安安。谢谢沈阿姨，您是我最重要的长辈，我和晴天都希望您来参加我们的婚礼，给我们送上祝福，您能来吗？我一定来，看着你幸福，妈高兴。太好了，另外，明天您有空吗？我想请您吃个饭，顺便把请帖当面交给您。有空，我明天都有空。那具体时间和地点我稍后发。沈阿姨，我先忙了。好，你忙。怀远，你这又是何苦？妈，你明天是不是要去见安安？是，他请我吃饭，给我送请帖。帮我把这个送给他。
怀远，你还不死心？我以什么身份送这个？她马上就要嫁给别人了，你这不是存心去戳她的心窝子吗？别说是我，就说是您的一点心意，祝她新婚快乐。你觉得安安会信吗？我平白无故送她一枚钻戒，这看起来像什么？怀远，别再自欺欺人了。妈，我求您了，就这最后一次，我做了这么久，就只是想让她戴上，哪怕她不知道是我做的。我帮你带过去，但她要是不要，我立刻拿回来。谢谢妈，谢谢。沈阿姨，你尝尝今年最新的雨前龙井。安安，这个你收下。沈阿姨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一点心意，看你幸福，我高兴。沈阿姨，这戒指是沈怀远设计的，对不对？也是他让您送来的。安安，他其实……沈阿姨，谢谢您的好意，但这枚戒指我不会要。他说就当是补上从前欠你的。欠我的？他欠我的何止一枚戒指，更何况我已经有一枚新的了，很合适，我很喜欢。旧的就该待在他该待的地方，过去的事也一样，请您转告他，我顾若安不会再要任何一件旧的东西了。沈阿姨，不说这个了，你快尝尝这个雨前龙井怎么样？安安，嫁给我，你真的不后悔？嫁给你是我做过最正确的选择。安安，很多人说爱要轰轰烈烈，刻骨铭心，但对我来说，爱是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。谢谢你走向我，谢谢您愿意让我守护你的往后余生，我爱你。晴天，我也要谢谢你，谢谢你在我人生最黑暗低谷的时候，给了我毫无保留的信任和支持。是你让我找回我自己，最终站在这里，拥抱属于我的更宏伟的未来。谢谢你，晴天。安，等等。沈宏远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你还想干什么？安，我知道我混蛋，我知道我罪该万死，我就说一句话。来人，顾若安，我爱你，但我爱就这辈子只爱过你一个人。沈怀远，你现在说这些，除了让你自己难堪，让我困扰，没有任何意义。你就这么狠心？不是我狠心，是你醒得太迟。保镖，快把他赶走。我们走吧。